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中的背景。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摄影背景。背景是指位于主体背后的景物，在摄影领域特指位于主体背后，用来衬托主体的景物。有些画面主体背后的景物很多，具有纵深层次，那么背景一般是离主体最远的景。在主体与背景之间，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景物，称为后景。背景交代环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，也可能与主体产生意义上的联系。背景中包括后景、远景中的人物、建筑、山脉、大地、天空，也可以仅仅是人物、静物的衬底。关于背景的作用，有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就是交代拍摄主体所处的环境，比如在街拍的人像，背景通常是城市的街道，通过背景所呈现出的景物来展示人物所处的环境，可以告诉观看者人物在什么地方，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。背景的第二个作用就是色彩简洁，突出人物。许多的棚拍背景都是以单一颜色，模特的肤色可以与背景色系相反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亮色的服装和暗色的背景，当然也可以是亮色的背景和暗色的服装的搭配。像这幅照片中的灰色背景，则可以搭配任何颜色的服装。背景事物的存在意义，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。之所以保留背景的物体、色彩等元素，是因为背景上的这些元素是表现拍摄主题的一部分。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主题呢？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摄影主题需要通过拍摄主体来表现，而拍摄主体需要周围的事物来帮衬。因此，不管是前景还是背景，都有烘托拍摄主体的需要。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虚实的手法来表现。通过虚化前景与背景，达到突出拍摄主体的作用。鲜花还需要绿叶来配，有绿叶的陪衬，鲜花才能更加美丽和生动。而背景对于拍摄主体与照片的意义同样如此。我们可以利用大光圈来虚化背景，大光圈拍摄的照片可以得到前景深的效果，也就是人物清晰而背景模糊的效果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背景不要出现多于3种不同的颜色，否则会显得很杂乱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利用光线的照射或者反光板来营造背景，将人物放在光线强的位置，使人物更亮，环境更暗。调整参数，让人物正常曝光环境欠曝，弱化空间，强调人物，从而达到画面简洁的效果。当用广角镜头拍摄宽幅画面的时候，容易拍入过多的杂物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改变拍摄角度，来寻找合适的背景。比如，我们可以通过仰拍或者靠近的方式把杂物避开。我们有时候的拍摄目的就是记录，所以需要交代背景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所拍摄的环境。一个照片的画面中，主要包括3个主要的景深层次，那就是前景、中景，还有背景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照片都一定要有3个完整的景深层次，有些照片可以相对的缺少前景，但是背景肯定是有的。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